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，孕31周开始了，好久没有记录孕期状态了。7月中的时候，知青离世，对我的打击很大。但是因为我身体原因，我最终选择了没有回国出葬礼，没有回去陪伴家人。我感觉挺难过的，但是我实在不敢拿宝宝的生命去冒险，因为从怀孕之后到现在一直在被孕反折磨，我的身体一直就不好。我感觉我根本没有办法完成20几个小时的国际旅行。本来一开始记录就是打算督促自己调整状态，结果7月份的打击又让我回到了萎靡不振的状态。我从7月中到现在几乎每天就是卧床，然后昏睡大概能有15到18个小时每天，也没怎么记录。所以现在来回顾一下我这1个半月的状态，就当给自己这段时间做个复盘。后面如果有精力的话，会多录一些孕晚期的状态。我一直在吃孕反的药，中间医生说可以试着停药，但是我停了2天，孕反又回来了。然后医生说如果难受的话，可以一直吃到生，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吃到生。然后我每天这么能睡，估计也有这个药物的原因在。从29周开始，有一天我突然食欲就回来了，然后一直吃不进去肉的我就突然想吃肉包子了，然后那天我就吃了好几个肉包子。但是过了2天，我的食欲就不行了。从30周开始，我吃东西后胃里没有像以前那么难受了。以前是吃完就胀气打嗝，想吐吐不出来。30周开始吃完东西后不难受了，但是我的味觉还是乱的，吃什么都是味道不对，嘴里一直就是反酸。很明显感觉孩子大了，顶到了我的胃和肺，然后有的时候他的那个姿势就让我根本就喘不上气，吃东西也是吃2口就饱了。我的孕晚期食欲恢复现在是不抱任何希望了，因为我的体重一直也没长。30周医生检查做 B 超看了下宝宝的大小，还好到目前为止宝宝的指标一切都正常，医生也没有太纠结我不长体重这件事情了。除了常规的检查外，这次的检查还给我打了一个疫苗，增加我体内的抗体。医生说这样宝宝也会多一些抗体。这次还抽了我指尖血，检测了一下我的铁含量够不够，然后就是抽血检测我的甲减。第一次做胎心监护，结果一切正常。从现在开始的话，我就是要每2周去妇科医生那里做胎心监测，然后常规检查。不知道再到后面会不会频率会更密集。这周我也终于第一次和我的助产士见面了，他的人很好，知道我胃口不好，让我试着补铁，看看能不能改善食欲。我也试着喝了几天那个补铁的冲剂，感觉喝完我的食欲变得更差了，然后又更恶心了，所以我不打算再喝下去了。我老公说我看起来比怀孕前瘦了好多，但是怀孕前本身就是超重，我现在只能安慰自己当变相减肥了。每天吃饭就跟完成任务一样，真的很难受，一点也没有以前吃饭时候的那种乐趣了。吃是我人生的唯一爱好，现在连这个爱好都没有了。老公尝试做饭给我吃，烤了个鸡还是吃不进去。我感觉我唯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橄榄，逼着自己吃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吃的时候就找点喜欢看的综艺节目，最近喜欢看我独自生活的，只要是女嘉宾的片段我都会看。凯里昂的视频就当一个背景音乐在那里放着，可惜他好久不更新了，我只能就是2刷之前他的 vlog。 我挺喜欢他的风格的，因为感觉他的视频就好像是老朋友在一起聊天叙旧的感觉。没录视频的这段时间，为了迎接宝宝的到来，我们想把住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，然后布置一下。但是德国现在人工成本太高了，正好遇到老公放暑假，工作也没有特别忙，所以主要靠他自己动手改造，我偶尔搭把手，主要是提意见。最重要的是宝宝的房间，墙面全部重新刷了漆，选的是深绿和浅绿色，油漆用的是有那个蓝色天使图标的油漆。我老公说这个标准是对孕妇没有危害，我只能相信他和欧盟的标准了。刷的时候我是躲起来的，刷完之后干了也就没有任何味道了，
但是我还是保持每天全开窗通风。宝宝的衣服和用品准备的差不多了。用品的话，我老公喜欢恐龙，所以就给他买了整套的这个恐龙的一套东西。然后衣服大概买的都是56码和62码的，但是助产师说让我再准备几件50码的，适合于新生儿宝宝。然后冬天出生的话，最好再买几件羊绒的打底，还有冬天的外套啊、睡袋啊、换尿布的暖灯我都要再买。厨房本来打算重新装修，家具、电器、墙壁全换，但是感觉租的房子不划算，所以就优先选择了更换电器。旧的橱柜刷了个漆，目前就更换了一个 Miele 的洗碗机和电陶炉。等年底黑五看看冰箱和烤箱有没有什么折扣。然后厨房的墙壁肯定要弄，但是今年没有时间了，要明年夏天再弄了。其他的房间大概就做了一下断舍离，减少了物品的量，然后把主要是主色调是绿色的那一面墙刷完了，其他的墙就打算刷成白色。因为我老公这周去日本了，所以要等他从日本回来之后再把其他的墙刷成白色，如果有时间的话。他去日本是因为他之前在日本做的项目早就完工了，他一直想去看，一直没有时间。然后等宝宝生下来，我感觉就更没有时间了，所以我就让他趁着我身体行动还方便，能自己在家待着，抓紧去日本看一下他的项目。那接下来的这10天的话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了。这段时间大概就忙了这么一些，然后还有一些小的片段，我觉得是值得留念的，所以我打算放在后面。我们给孩子的中文名字起好了，叫李哲安，所以老公要学习怎么写宝宝的中文名字。然后就是厨房在做断舍离，想深度清洁一个空气炸锅，结果把接线弄断了，我又懒得修，我又觉得这个东西清洗起来太麻烦了，我就在德国二手市场上送人了，他们有人愿意自己拿去修就修了。